颜值比不过男模，拼财富拼不过老登。28到45岁的中登在如今的情感市场上到底该怎么玩啊？其实很简单啊，灵活运用主场优势就够了。你们现在所处的这个阶段，正是你们最为全能的阶段。你既可以用财富优势吊打男模圈，又可以用形象优势炸鱼老登圈。不明白吗？那今天我用一个真实的这个我兄弟的一个故事，好吧，我想要告诉你们中登如何在年轻帅哥和顶级老钱的联手围剿下成功登月，抱得美人归。那这位大哥呢，89年早年赶上了房地产生意，积累了第一桶金，只是后面房地产不景气，现在公司呢正在经历转型。怎么讲呢，就是有点实力，当然不是很夸张的那种实力啊。那他喜欢的这个女孩子啊，是在新疆滑雪的时候认识的，非常的漂亮，杭州人170的身高啊，一头小短发，而且滑雪贼溜，飒得很啊。那他们在和睦认识过后呢，就一群人又一起约了几场野雪，就熟络了起来啊。兄弟呢当时是非常心动的，但是呢问题就来了，这个女生作为这个小团体里唯一的异性，自然是非常抢手的。狼多肉少啊 ，OK， 这还不算逆风啊。你们知道更逆风的是什么？就是这群人当中啊，有一位是谁啊？就是你们喊的祖师爷，就童嘛啊。他手底下一个小弟呢，其实长得是非常帅的，而且还是这个女生的前男友啊。除此之外呢，这群人啊，还有一位金圈大佬，据说呢深不可测啊。那他们后面这几天呢，就吃喝玩乐，所有的开销都是这位大佬包办的。与其说是请大家玩，不如说是所有的人都沾了这个小美的光，因为大佬对小美的喜欢，其实明眼人都是能看得出来的。另外啊，这兄弟还告诉我什么？本来有一天大家约好了要一起去看日出，对吧？啊，去顶门，结果呢，到点儿所有的人都没有起来，只有兄弟和这个女生傻乎乎的准时到场了。所以这是一场两人为数不多单独相处的机会。那在接下来的这几个小时里面呢，他们聊的是非常不错的。女生呢还主动会说什么，哎，自己很冷，手冷，暗示兄弟要帮她暖一暖啊。结果呢，手都还没暖热乎呢，其他人啊出现了，吓得当时那个女生直接手抽回去了。那面对这种情况哈，大部分的兄弟是直接什么15投的，对吧？没办法呀，太难打了这种局。哥你玩，你玩不玩啊？但是这个兄弟呢，哎，他就要玩，为什么？他当时是这么跟我讲的：我年轻的时候呢，长得也不赖啊，遇到过几个喜欢的女生，好家伙，全被老登抱金币给抱走了。那上了年纪，自己积累了一些财富过后啊，我寻思这下我有的玩了吧啊，结果呢又被8块腹肌的体育生和男模给碾压了，我就不信了啊！以前我处处忍让，这一次我不想让了，我想赢。OK， 那既然兄弟有这个信念，那我肯定就会全力辅助了，对吧 ？OK， 那么问题来了啊，这整个晋西北都乱成一锅粥了，女生也回杭州了。虽然她还在跟兄弟聊天，但要知道啊，女生可是跟这个前男友一路坐着老钱订的这个头等舱回到杭州。那兄弟能不着急吗？但是又该如何下手呢？兄弟们觉得应该先打小的还是先攻老的呀？可以把你们的判断发在弹幕上，我来看看哪一些兄弟认知比较高。答案揭晓啊，肯定是先打小的，因为前男友这玩意儿吧，它就会像是隐身的老鼠，就算你把其他的竞争者全打爆了，只要他时不时出现来阴你一手，你都不能说这一局你能拿得下了啊。所以第一步呢，我们要试探一下女生对这个帅哥前男友还有没有感情，两个人现在到底是什么关系。所以我就让兄弟这样给女生发了一条消息啊，就是我能八卦一下吗？啊，女生当时很快就回了，就说什么呀？我们怎么回的？我们就说你为什么跟分手吧？啊，女生当时回了说，原来是这个呀，他也老大不小了，我只觉得他一直都没有正经的工作，感觉未来很不稳定，虽然他家还挺有钱。哎，看到了没有？知识点来了，兄弟们你们可以记一下啊，你们听别人说话，先听他说了什么，思考他没说什么 OK， 接着想一下他为什么会这么说，再想一下他为什么会这么对我说。大部分人啊达不到第一层，还没听完就开始表达自己了，而说话太快的人其实就是你急于得到对方的认可，往往呢其实就会出错了。所以来啊，跟着焦哥的思路走。女生这句话呢表达了3层含义。第一层，两个人现在呢是分手阶段，并且是女方提出的，但是男方有没有挽回，有没有不甘心，有没有求复合，我
未知啊。第二层呢，就是没有原则性问题，单纯是女生觉得对方比较幼稚不成熟，那就真的不喜欢了吗？啊，没有复合的可能性了吗？未知啊。第三层，女生比较重视未来的规划，希望对方是一个成熟且负责任的人，但是一定需要对方很有钱很优秀吗？还是只是能够养活自己过日子就可以了呢？啊，未知。所以说，基于我们的分析，女生的回复明显是比较浅层的，信息量是非常少的。所以接下来我们要做的就是打开她的内心，得到更多的有效信息。那这里呢，我们就回复呀，这样啊，怪可惜的啊。不过我跟他相处下来，觉得他还挺好玩的。这句话的高明之处在哪里啊，兄弟们？兄弟们可以想一下，如果说没有这句话，那么谁是弱势群体？兄弟呀。因为他跟这个女生还有这个男生都是萍水相逢，而对方曾经是情侣1v2，懂吗？但是这句话一旦说出来了，谁是弱势群体啊？变成这个女生，因为这句话把我和前男友捆绑在了一起。而从人性的角度讲，谁处于弱势，谁就会着急，谁着急，谁就会自证，而谁自证，谁就会露出破绽啊。所以这里呢，女生就回了啊。哈哈，他以前还做过夜场呢，他肯定很会玩呀。我跟他分手其实也有这个原因的。OK， 那这里呢，女生就再次给出了信息，前男友太会玩了，身边莺莺燕燕的多，对吧？所以女生没有安全感。那女生这句话，她其实也是想让兄弟觉得前男友这个人是不太行的，从而让兄弟跟自己绑在一起，一起去声讨前男友。那我们要顺他的意吗？当然不能，因为背后蛐蛐别人，并不是说你这种做法会很小人，而是你想啊，如果说我们真的去附和了女生，去蛐蛐她的前男友，那女生心里会不会又会觉得不平衡呢？出于旧情，她不想让男友处于弱势，那她会干嘛？又会帮前男友说话了。那这个时候兄弟又成了势单力薄的一方了，对吧？他俩又绑定在了一起，这不纯纯的自作自受啊！所以说我们当时怎么回复的啊？我们是这么说的：人都是两面性的，既然你喜欢他的颜值和性格，自然就得接受他爱玩啊。女生想了一会儿啊，就说你像个情感大师，你问我这个做啥呀？好，第二个知识点来了，不要回答别人的问题，要回答他的目的。当一个人开口提问的时候，他的后脑勺就已经露给你了，你要做的只是考虑下手的轻重。当你能够站在对方的立场考虑动机，那就能够预判他的下一个问题，从而拿到话语权。那女生的这个问题的目的是什么呀？单纯好奇还是废物测试？都不是。其实基于我的判断女生对兄弟一定是有好感的，而且不低，否则不会主动要求兄弟帮他暖手。所以这句话呢，我几乎在一瞬间就判断出来了，女生是想让这个兄弟主动去表达好感但是这并不意味着我们表达好感之后他就会接受兄弟，因为女人的天性当中有一项至关重要，也是他们的生存策略，就是掌握主导权。不管他喜不喜欢你，他都希望你能够主动表达好感，这样一来呢，他可以说 yes or no， 甚至可以说 or， 对吧？他进退自如，而你呢，步履维艰。所以该怎么办呢？跳出框架，不要去正面回答。那我们这里是怎么回复的听说很多女生都跟前任纠缠不清，我有点好奇是不是真的。女生当时回复了说，切，我还以为你喜欢我呢，问这个问题可以看出来女生呢其实是一个高手她并没有正面回答我们的问题就是她有没有跟前任纠缠不清，对不对？而是反过来压力了兄弟，给出了废策。那面对废策，我们该怎么应对那没有思路的兄弟，我建议你赶紧去我的主页翻一翻以前的这个视频补补课，好吧？那我们这里是怎么回复的？我们说，我不喜欢跟前任拉扯不清的女生，我觉得很愚蠢也很掉价。直接说出了一波框架。这一下呀，就直接把女生架上去抬了，下不来，对吧？你想让我承认喜欢你，可以你首先得是一个跟前任划清界限的人对吧？那女生当时就回了，谁拉扯不清了？别乱说行不行？我们现在就是单纯的朋友。我们当时怎么回的？好快的7个呀，这么想让我喜欢你吗？女生当时怎么回复的？喜欢我的多了去了，不缺你一个。大家可以看一看这个女生的博弈和拉扯技术有多高明。而且我告诉你们这对大部分女生来说都是基操。所以说你们还不学习还不进步吗？人家玩你跟玩旺财似的。那这里我们是怎么回复的？
就比较经典了啊。哎，说到这个，大哥好像对你也挺有意思的啊。女生当时直接回复了说：“天哪，应该不会吧？他那么大岁数了，我再物质，我也张不开腿，下不去嘴呀。” OK， 这个情敌我们可以直接 pass 掉了啊，秒了，一句话的事儿。不过呢，这里我们也要留个心眼子啊，兄弟们，毕竟兄弟也是比女生大了将近10岁，所以我们这里还没有回复。女生呢就突然发来了一张自拍，说我想发朋友圈，你觉得这张 OK 吗？我们当时怎么回复了？这种级别的锁骨在爵位是找不着的。女生当时就回复哈哈哈，笑死了我。顺带呢，女生就问了一句：你什么时候来杭州玩啊？ OK， 那这段聊天啊就只展示到这里，好吧？其实兄弟们也应该能看出来，这个也差不多了，对吧？临门一脚了。那事实其实也是如此的。那后来啊，兄弟就去了一趟杭州，后面的事儿就比较长了，我就不细讲了。反正他俩后来也在一起了。当然发生了一件事情，兄弟们，就是我觉得也是可以拿出来跟兄弟们拆解一下，学习一下。事情是这样的，就是两个人在一起大概有1个多月的时间的时候，兄弟偶然发现女生和她前男友的聊天记录啊，当时他跟这个女生大吵了一架，大概呢就是这个男生发短信给这个女生说，我真没想到你如此物质，跟这么老的男人在一起，他不就是有2个臭钱吗？啊，你觉得我以后会比他差吗？就类似于这种类型的话啊。然后女生呢不仅没有帮着兄弟说话，还回信息说让他冷静一下，自己也没有想清楚要不要跟现在这个兄弟继续下去。那我当时因为这个 case 我依然还是在跟进中，所以我是知道兄弟当时看到这些内容内心有多么的难受跟憋屈的啊，都快40岁的人了，就委屈的不行。那当时呢我就让他这么去回复这个女生的，我还有一句话想对你说，你的自卑是天生的啊，你的不自信也不是我造成的。我和你在一起的初衷是以结婚为目的的，我不是圣人，医不了你的心急，我也不是感情导师，治不了你的感情创伤。我只有你不离，我必不弃的决心。你没必要拿你的过去经历来衡量我对你的真诚与否，希望你能尽快调整好你的心态啊，再去迎接下一段感情。以后没事呢，尽量少联系，我再好好生活了，你也是。那这里呢，这兄弟当时是死活都不想发的啊，他太爱这个女生了，他生怕就失去了。那最后呢，我也是给这个兄弟当时打了大概有2个小时左右的电话吧，才说服了他，也让他知道了后续的我的所有的安排啊，他才知道是有保障的。OK， 他就发过去了。而这个女生呢，当时是没有直接回复的，而是直接买了机票去找到了这个兄弟啊，干嘛呢？啊，道歉，又是买表，又是转账的。然后呢，这2人来了一次什么deep talk 啊，女生呢也说了非常多的心里话。比如他现在确实也很担心，就是这个兄弟其实只是想要暂时性的拥有他呀，这种之类的啊，觉得自己心里面其实就是一直也过意不去这个男孩子给他花了很多啊，也害怕有一天突然就被抛弃了等等啊。我当时就让兄弟跟他说了这么一句话，我年长你近10岁，10年的时间我积攒了一点财富，养家目前对你来说还比较困难，但对我而言很容易，你不需要觉得不平等，我们的时间不在一个维度上，或许再过10年你也会有所成就，到时候如果我们还在一起，我不介意换你来养我。好，收这儿啊。反正听说这2个人呢有打算今年结婚，因为他们着急想要小孩了啊，我也想恭喜一下这位兄弟。那今天这期视频其实是有点长的，但是我敢说全程干货无尿点，希望如果说对你是有帮助的，你可以动一动你的小指头，好吧，支持一下。还是那句话，弱者才会去钻研情感和技巧，在教课这里啊，就是看人性、识人性、用人性。我们下期见。